在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之际，身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却带领着多国搞事情，怂恿盟友国派出军舰闯入中国领海的同时，美国自己也不忘派出军舰来挑衅中国。一系列举动除了是在与中国叫板以外，在外界看来也是借此给那些忌惮中国且不敢来闹事的国家撑腰，怂恿他们继续跟中国作对。不得不说，这真是当中国是软柿子了吗？这些年，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如今却在美国及盟友的极力挑事后，该地区再次拉响警报。对此，我国人纷纷援引戴旭大校的话，扬言可以像北方大国一样，我舰奉命撞击你舰，学习俄罗斯的强硬作风。确实，警告对于美国这样没脸没皮的国家来说，起不了任何效果，只会让该国认为中国软弱。所以戴旭大校早就说过，面对美军舰频频逼近中国家门口，不要害怕退缩，应对的办法很简单，他来一艘，我军就出动2艘，一艘拦着他，一艘撞沉他。简单来说，我国必须要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势力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的地盘，不是他们耍威风的地方。当有域外势力闯入黑海，俄罗斯是怎么做的？历史上可是打的美军到现在都还怕着呢。不仅如此，就拿前不久英国军舰闯黑海一事来说，俄罗斯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炮火驱逐。有例子摆在面前，我军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呢？当然，有部分人士表示，中国真的准备好与美国兵戎相见了吗？万一真的撞上去，又该如何收场呢？前一个问题，其实早在2018年，我国海军170舰就曾跟美国军舰在南海对峙过，当时两国军舰最近距离仅41米，几乎就要撞上了，最后还是美军舰掉头离开。随后为了不丢失面子，美军转身还说中国军舰操作不专业，非常危险。至于后一个问题就比较有趣了，既然要做好准备与美军杠上，为什么还要考虑收场呢？美军舰既然敢来，就要做好被我军撞的准备，真要考虑，也是美国人应该考虑的，而不是中国。中国也是时候放弃和平友好的幻想，美国军舰多次在南海闹事，足以说明美国早就没打算与中国友好相处，更没打算跟中国缓和关系。既然如此，我国又为什么要仁慈呢？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尽管美国仍是全球综合实力排名第1的国家，但真要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况且还是在中国家门口。如今戴旭大校祭出杀招，建议我军直接撞，我国也该好好想想了。不过这样一来，美军可就要心惊胆战了，有敢战或者有赢的把握吗？近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第2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西藏、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指手画脚，甚至当着王毅外长的面就中国不断扩大的核武库深表关切。若是回顾前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布林肯此次不是凭空冒出的这句话，而是早有预谋。美国此前已经接连从各方面炒作抹黑过中国，企图用莫须有的证据来向外界证明中国在秘密扩充核武库。如今布林肯在东盟会议上再提及此事，并当着王毅外长的面指责中国，声称近年来美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核力量的迅速发展，发现中国似乎正在抛弃过去持续了数十年的最低核威慑战略的承诺。据悉，美国情报部门给出了一份报告，显示自2017年开始，中国就在以每年10%的增速扩充核武库。且不说美国说的是真是假，中国凭什么要给美国一个解释？中国完全有权利决定如何发展自身核力量。再者，美国拥有数千枚核弹头，即使是外界估计的数字，其规模都是我国核弹头的15倍以上，甚至更多。在此背景下，中国就算再怎么扩充核武库，短时间内想来都跟美国核武库规模相差甚大。在分析看来，这无非就是美国的霸权心理，一副我可以但你不行的态度。前不久，美国方面还企图要俄罗斯出面逼中国加入核裁军体系，结果俄罗斯一句谁也无法强迫中国做决定，对得美国哑口无言。可见面对美国这种做法，连俄罗斯都看不下去，说了句公道话。这次美国在东盟会议上当着王毅外长的面将枪口对准中国，此做法一度让东盟会议硝烟四起，这不是摆明要跟中国硬刚到底吗？就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言，中国始终都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同时，也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布林肯却还在投假弹，炒作污蔑中国，足以看出美国使用这种核讹诈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至此，中国内部炸开了锅，一度认为或许胡锡进说的是对的，我国真的应该扩充核武器了，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扩核，而中国也绝不会按照美国所说的那样裁撤核力量。不仅如此，中国还应该以更快的速度扩核。胡锡进在此次事件后再次呼吁扩核，防人之心不可无。
美国满脑子都是怎么跟中国对抗，中国扩核非常有必要。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为什么步步紧逼？说白了就是害怕我国核武器更为强大，所以扩核已经刻不容缓。这段时间，立陶宛一直活跃在反华阵营的一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该国带头加入加拿大发表的有关涉疆决议，还高调宣布单方面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不仅如此，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乌斯·兰茨贝尔吉斯甚至扬言，立陶宛正计划在台海等地区设立代表处。尽管其强调这一计划并不是针对大陆，而是避免在经济上的依赖会在政治上受制于大陆，但说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变相的警告大陆不要多管闲事，与台当局做生意跟大陆没关系。不得不说，立陶宛够聪明的，跟中国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是当真觉得中国好骗，既想挣中国的钱，又公然挑衅中国，此举摆明了就是在挑战一中原则的立场，在雷区上反复叫嚣，凭什么认为中国会容忍？抛开此事不说，立陶宛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涉台问题上出头了。在明知道中方多次就台海问题发出警告，还是放出要在台地区设立所谓的贸易代表处，以增强与台当局关系的信号，可见该国是铁了心要站在美台阵营中了。值得一提，此前为了能够得到美国的注意，立陶宛一度向美国递交投名状，而反复挑衅中国。对此，近日中国政府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召回中国驻外大使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并不多见，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95年。据悉，当时还是因为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所以中方才召回了时任驻美大使李道玉。如今时隔26年，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足以说明中国动真格了，而立陶宛则陷入了死亡距离。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也表示双方还是希望将问题限制在一个可控的程度。倘若立陶宛方面继续一意孤行，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解放军的枪口可就抵在立陶宛的头上了。届时，立陶宛很可能将成为反华的第一粒炮灰。令外界疑惑的是，中方此次枪口对准的是立陶宛，为什么传言美台突然老实了？在分析看来，或许是中国的强硬态度，又或者是立陶宛反华的下场。我外交部发言人此次就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了谈话，明确表示一中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他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干涉中国内政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是必然的，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容触碰。在此背景下，立陶宛若继续闹事，下场可想而知。也正因如此，美台内部才会炸开锅，毕竟不磕头，那立陶宛的结局很可能也是他们的结局。美日企图插手台海问题的野心已经日渐展露。尽管拜登政府对外宣称坚持一中原则，不支持台独，但是军机抵台、军舰穿越台海峡等动作并没有停止。日本更是接连叫嚣要武力进入台海，扬言要与美国一同保台。不仅如此，就连近期展开的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都成了美日攻击中国的舞台，利用此次会议以人权为由对中国发起挑战。中方向来主张以合作为主，且拒绝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可美日却接连亮出杀招，摆明了贼心不死。对此，在此次东亚峰会上，王毅外长就明确表示，美日想在涉疆、涉台等问题上对付中国，死了这条心吧。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尽管中国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面，中国绝不会做任何退步。既然美日铁了心要搞事情，中国必须出这一口恶气。可谁想到话音刚落，就被外界指出冲绳日本人要喊话中国冷静了。据悉，最近的冲绳反美呼声高涨，当地人民向日本政府抗议，叫嚣要美军滚出去。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要从美军入驻冲绳说起。自日本战败后，美国人看到了该地军事位置的重要性，便将其纳入联合国的托管地，由美国实施托管，并设置了31处军事基地，还对该地实施了长时间的殖民统治。美军在此为所欲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不少麻烦。最近一次是冲绳县警方发言人于8月初透露的消息，称一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基地工作的美国平民因涉嫌强奸日本少女未遂被捕。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管驻日美国人犯事大小，一般都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最终不了了之。时间久了，冲绳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民进行抗议呐喊，直言冲绳要独立，美军从这里滚出去。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最开始是抱着不能得罪自己老大哥的想法，但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日本政府再想试图无视已然不可能了。在此背景下，美日内部必定会引发一场纷争。或许在美国霸权的影响下，冲绳独立的要求恐怕是遥遥无期，该地人民也无法迎来解放，但至少能让美日高层头疼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内部出现矛盾，高层再抱团又有什么用？变相来说，冲绳当地人民也是给中国送了一份大礼，我国还什么都没干呢，或许就能看见美日起内讧。虽说不一定能够让美日因此决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民抗议，日本势必要给出一个交代。届时，美日关系是否还有这么好就难说了。至此，哪还有精力与我国作对？